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虎的老车。这两天吧，有不少朋友让我说说国超大哥演的那个新剧《无忧渡》，再加上前两天《无忧渡》也更新完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剧。反正我不知道大伙怎么看国超大哥的剧啊，应该说他的剧几乎我都看过，但是好的也确实没有几个。至于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部剧吧，那是因为这部剧是任嘉伦为数不多的还能用原声的一个剧。因为总看他剧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国超大哥一般很少用原声。我记得好像在我印象里，咱们说过他用原声的剧好像就两个，一个就是那里面男主按机械心脏，然后还带放电的那个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而另一个呢，就是根据美女作家二宝的小说改编的那个一生一世。而且咱说实话，这俩剧的剧情也都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所以说我也比较期待咱们国超大哥这次的表现。再加上饰演女主这边的宋祖儿，我也很少看他演的剧，应该说也就宝莲灯能唤起我对他的记忆了。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咱们今天主要说的还是无忧渡这个剧到底怎么样。首先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都知道，这部剧主要讲的是一个捉妖的事儿，讲的是在一个高门大户的家里有一个小姑娘名叫段半夏，由于她从小就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妖魔鬼怪，所以她每当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家里人都以为她有病，对她可以说就没有别的话，永远都是4个字儿：按时吃药。结果没想到好景不长，他爸这边就出事儿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女主正好就结识了路过此地捉妖的捉妖师九泉夜。因为看过剧的朋友也知道，女主一直不相信他爸是被烧死的，她一直就怀疑这里面有妖怪的事儿，所以她就跟随男主踏上了一条寻亲之路。而男主这边为什么要帮女主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女主的处境让他联想到自己一家被妖怪灭门的事儿，可以说他深有感触。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捉妖师，并且他从他爸那儿继承了老一辈的捉妖仪式。因为大伙也知道他爸就是一个非常正统的捉妖师，所以俩人以这个点一起合作一点都不突兀。而最后呢，也是通过俩人一起合作捉妖揭开了男女主的身世。至于你要说他俩是什么身份吧，老车我就不做太多的剧透了。反正总而言之，全剧大致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当然咱们按照惯例吧，还是要按照制作演技剧情来说说这个剧。只不过这个剧它是一个捉妖剧，所以说咱们今天还要多说一点，那就是这剧的动作戏。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这剧的制作。应该这么说，在老车的印象中，国产奇幻剧能做到运用大量的实景外景的剧，其实你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当然你要非把古剑奇谭西游记啥的算进来，那就有点过分了。咱们今天吧，主要说的还是这2年的剧，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在我这不算粗制滥造的国产奇幻剧，其实近2年就3个。第一个呢就是永夜星河，第二个呢就是仙台有树，第三个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无忧渡。当然咱们也不用扯什么其他的东西，就单从特效置景上来说，这仨剧也绝对是独一档的。你要说这3个剧有其他的问题吧，那确实有。你比如说永夜星河的问题是啥呢？就是结尾他拍的有点敷衍。而仙台有树这边呢，就是他这里面的世界观过于混乱，而且站的也比较崩，你也不好看出这剧里到底谁厉害谁不厉害。当然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无忧渡吧，也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这个问题呢咱们放到后边说，咱现在主要说的还是这剧的制作。你看为什么老车一直推崇实景拍摄呢？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他拿观众当人了，而不是韭菜。可能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你像之前有不少剧都是咋拍的，找几个影视城取个景，然后再找个影棚抠绿幕，3个月这剧就完活了。至于这类剧都有谁，老车我就不点名了，省着又有人该说我拉踩了。但老车说的话，我想大伙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特效和置景做好了，你才能有路人盘。不是说所有人都认识你这里面的男女主，说白了，你制作不精良的话，人家都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不信呢，咱打一个比方，你比如说我的阿勒泰这个剧，如果说他这里面的草原全都给你用影棚，然后远处的雪山呢都给你用绿幕抠图，你认为这个剧它能好到哪儿去？咱说白了，你一个剧组都不肯为剧本投资，你还讲挣钱呢？而咱们再反观无忧渡呢，人家确实用了大量的外景和实景，虽然说挺大一部分的实景都是在象山影视城拍的，但人也真金白银的花钱搭景呢。而且据很多网友说，他这个景至少搭了半年，反正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事儿啊。反正至少人家为了服务剧本确实用心了。而如果你要说这剧的特效吧，咱不能说有多好，你要是和人家烧钱的那些比，那指定是比不了。但是就这个剧来讲，的确够用。至于我为什么说它够用，那也是因为它牵扯到咱们要说的第2个问题，那就是这剧的动作戏。你看要不咋说，这剧的剧组确实挺尖的，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单纯用特效的话，他也没照其他的国产奇幻剧好到哪里去，所以说他就另辟蹊径，融入了大量的动作戏。而这么做呢，他就对特效的依赖不是那么大了，因为你打戏好看的
话，特效就成了点缀。说白了，谁都不愿意看站桩施法，植物大战僵尸。不信你看人家漫威都明白这个道理。那美队、雷神、钢铁侠打灭霸的时候，人家也是肉搏呀，人家没当豌豆射手吧？不过咱话又说回来，虽然说无忧渡运用了大量的动作戏，但它这里面也有一点瑕疵，不知道是平台的帧率问题，还是它镜头的速率问题，就是总感觉他打戏的这个动作不够凌厉，就感觉他招式软趴趴的。不信大伙你去对比同平台的唐朝诡事录之西行，那里边卢凌风的动作戏特别快，而且招式的动作也比较狠。反正我估计不能是我显示器的问题，因为我这显示器是 4K144的，而且我拿手机看也是这个毛病。所以说大伙要是有知道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解释一下。而这剧第3个咱们要说的吧，就是演技的问题了。应该说无论咱们国超大哥还是宋祖儿，他俩演古装剧其实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人俩本来就是演古装剧出身的。你像早年的《宝莲灯》和《锦衣之下》，大伙也都看过。不过宋祖儿的剧呢，我确实看的也比较少，但就这部剧的表现，他的确做到了中规中矩，也没犯什么太大的毛病。至于咱们国超大哥这边呢，虽然说他的剧我没有几个不喷的，但是确实他之前接的那几个剧本都不太行。我好像之前就在《与君出江时》和《一生一世》上替咱们国超大哥说过话，因为《与君出江时》那个剧吧，就是有点无聊，倒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而《一生一世》这边吧，就是大伙所诟病的台词问题了，因为这剧和无忧渡一样，用的也都是原声的台词，但是大伙呢，对于咱们国超大哥的原声并不买账，都说他台词特别虚。其实说实话，大伙说的也没什么毛病。说白了，你一开始用原声的话，现在早就练出来了。不过咱话又说回来，这次咱们国超大哥的台词吧，还是有进步的。不信你看无忧渡这剧里啊，无论是第1集、第9集还是第15集，可以说只要是男主有来言有去语的对话，其实比以前强很多了。但是千万别让咱们国超大哥念大长段的台词，只要是台词一长，你就能发现他跟念课文似的。真的不是老车在这扒瞎，你可以自己去无忧渡里听听，看看老车说这玩意儿对不对。不过即便这样，我也支持演员用原声，因为你不用，你永远你都练不出来，哪怕就是你以后转型别的角色，你也费劲。而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剧的剧情问题。应该这么说，当时看这剧的时候吧，我一下就联想到了2个韩剧，一个是金高银演的那个鬼怪，还有一个就是张大拉演的那个大发不动产。可以说看过鬼怪的朋友都知道，那里面女主也是从小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烂糟的东西。而无忧渡整体的主旨和剧情结构呢，和大发不动产也差不多，只不过无忧渡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捉妖的案件来升华整部剧的主旨，而大发不动产呢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驱鬼的案件来升华主旨的。而且这俩剧最后也都是为了调查父辈的那些事儿，所以说这种剧对于老车来说也不算陌生。而且男女主一起冒险的这种主线我也比较喜欢看。应该这么说，这部剧的剧情是刺激也有，深度也有，细节也有。在刺激这方面呢，它也不亚于大发不动产。而深度这方面吧，远的不用说，咱就说前3个案子，就是人面鸮、静妖加上木偶那个案子。可以说这3个案子把人性中的贪嗔痴，还有一些容貌焦虑啥的给扒扯一通。可以说这剧就不缺什么深度，甚至比大发不动产还要强一点。而且这剧的细节做的也比较到位。真的，我就随便给大伙举3个例子，你就知道这剧的细节强不强了。你比如说九宣业当年家里人都没了，甚至妖怪连他家的伙计都没放过。真的，这要高一般的剧组，像伙计这样的龙套角色直接都不表了。但是这剧呢，直接表出了男主去照顾他死去的伙计的遗孀。而第2个细节呢，那就更细节了。这不静妖在他的静世界中呢，把男主的一部分能力给封印了。结果这剧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不仅把男主的能力给封印了，而且还把男主年轻时的人格和现在的人格剥离了。就是同时把男主年轻时候的桀骜不驯和现在的沉稳练达一起表现了出来，也间接的表现出这个静妖的能力。而第3个细节呢，相信看过剧的朋友也知道，就是剧里总出现的这个羊汤也是有作用的。可以说它不仅是男主给月虫的食物，也是男主死去的哥哥研发出来的。而且这个月虫在后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咱话又说回来，虽然说这剧在剧情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这里面反派的角色他塑造的并不是那么成功。你比如说第1个案子里的人面鸮，说他乐意吃人喉咙，然后夺其声音，都已经杀了20多个人了，但是女主他哥为什么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并没有说。而剧中也说了，他是喜食人喉，并不代表他以吃别人的喉咙为生，所以即便女主知道了他的身份，他也没必要痛下杀手。反正你也不害女主他哥，他能把你咋的？再说了，你也看
开了灵智，也不是说四六不懂。说白了，等女主搬走之后，你该过日子过日子呗。你只要不继续害人，男主也不可能冲到家里去抓你，因为就算男主想抓女主，他哥也不同意啊。而且最搞笑的是，这个人面鸮最后还说真心喜欢女主他哥。那你说你早安分手姐，还至于到今天吗？而且你夺人声音也没有用啊，你反正都是要嫁给女主他哥。而紧接着第二个静妖也是，因为啥和季离爱的死去活来的你也不知道，20多年一门心思的替季离杀人取离，而且你取离就取离吧，结果还专挑那些社交属性特别强的人去娶，一会儿是高门大户的夫人，一会儿是城里的舞女，你就笨寻思你这么杀人，他能不引起怀疑吗？真的，说实话，这个静妖他去哪个山沟子里去忽悠人家，他都不至于暴露的这么快。还有第三个木偶案也是，说是这个木偶是因为他爸囚禁了他才报复社会的。那咋的？你爸不让你走，你自己不能偷着走啊？说白了，当年你哥走的时候，你咋不走呢？而且最招笑的是，后来把这些人全都绑一起了，但是这个木偶呢，就是不杀，非要等人家主角团醒过来反杀。虽然说男主那是装睡，但是你害别人的时间有啊。而且这个舞娘是怎么造出来的，剧里也没有表，反正咱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好像男主没出现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有妖的存在似的，长得就好像所有人都是唯物，就男主一个人唯心似的。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里面他妖怪刻画的不够饱满，反正至少没有《永夜星河》里水妖王刻画的饱满。当然也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剧烂尾了，没有给大伙一个好的结局。说实话，我对这个结局倒无所谓，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故事，它都是聚散终有时，月悬有圆缺。如果你一味的追求 happy ending， 那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有啥区别？而且说实话，这剧最大的问题也不是结局，而是它前面有太多的设定和情节都没给大伙解释。就像我前面说的，也都是这种问题，而且有的东西我还没说呢。当然，如果他要拍《无忧渡2》的话，那就当我没说。反正要以我的角度看吧，也算是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古装奇幻剧。反正你要让我打分的话，这剧7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说的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嘛，那倒也谈不上。我只能说剧组用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